无全球在9月17日更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越南8月制造业 PMI 录得 52.4， 低于7月份的 54.7。虽然新出口订单连续5个月增长，但越南制造工厂对未来1年前景的企业信心却连续第2个月下降，为1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越南经济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正在给这个依赖出口的国家带来压力。雪上加霜的是，据越南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1周前发布的2024年季度劳动力市场状况和就业报告数据显示，与上一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失业率有所上升，青年失业率仍然很高，约有140万失业者，既没有工作，也没有接受教育或培训，占青年总人口的 11%。 农村地区的失业率高于城市地区，分别为 12.8% 和 8.3%。 这表明虽然近几年以来越南一直在积极进行多方面改革，并取得一些亮眼的经济数据，拥有丰富年轻劳动力、人口红利，但越南仍然是一个以低端制造为主的国家，特别是受到中小企业治理薄弱、基础设施不足和数字连接缺口等方面的阻碍，这表明越南经济很脆弱。越南媒体在9月17日报道称，在外部和内部持续挑战仍然给越南经济增长前景蒙上阴影，特别是担心美元的高融资成本保持的更长时间的背景下，包括支出紧缩导致全球需求减少，越南经济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停滞，经济复苏是否稳固仍是一个问题。对此，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前院长阮廷功表示，现在似乎是越南艰难的时期。他警告称，越南工业生产指数 IP 缺乏稳定性，采购经理人指数也一直徘徊在50左右，表明出现收缩迹象。同时，退出越南市场的外国企业数量也在增加。据越南工商登记局在9月16日公布的统计显示，今年前2个季度共有近 10.2 万家企业退出越南市场，比去年同期增长 21.5%。相对而言，2018到2022年期间，每4家新公司就有1家退出市场。然而，从2023年到2024年8月，没有一个企业进入市场，就有2个企业退出。这表明越南在国内外需求均疲软的背景下，越南新企业的投资量和新订单均出现暴跌，使得越南制造业的新生力量陷入停滞。另外，由于担心不良信贷，越南的银行也正在收紧抵押贷款，原因是房地产、智能手机和汽车产量下降，同时民间投资尚未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主要驱动经济的服务业更是因通胀压力而失去动力。数据显示，出口和制造业是越南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由于美国和欧盟经济增长疲软，越南制造业出口面临重大阻力。这2个主要出口市场约占越南商品出口的 42%。今年8月份，越南出口额为 25.1 亿美元，较前1个月下降了 21.5%。同时，近年来美国对越南货物贸易逆差也大幅扩大，从2019年的558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1189亿。据越南统计总局数据，自2022年4季度以来，越南纺织品对欧美市场的出口面临重重困难，出口额持续下滑2位数以上。截至8月份的24个月内，越南对美国的商品出口同比下降 16.9%。尽管计算机电系产品及零部件出口连续8个月同比小幅增长，但手机及零部件出口同比下降 23.4%， 纺织品和服装出口也同比大幅下降了 19.3%。 越南纺织服装协会副会长 Charles 表示，尽管服装行业订单不断增加，但原材料上涨、生产成本汇率、主要市场的绿色要求和劳动力短缺仍需谨慎。不仅于此，越南制造业面临的挑战还因管理混乱和电力短缺导致电力供应中断而变得更加复杂。今年5月至8月，越南北部工业园区的生产受到此影响尤其严重，这使得大批国际制造企业关停和撤出越南。比如，越南要求富士康等工厂限电，以防在未来几个月出现电力短缺。而去年因热浪造成的大面积停电，就已经导致越南北部多家制造商损失高达14亿美元，这引发了外界对越南成为东南亚新兴制造业中心前景的担忧。比如数周前，英特尔放弃在越南扩建工厂的计划，就是最新的例证。据越南投资部在9月3日最新披露的文件显示，美国芯片巨头英特尔曾计划在越南投资33亿美元，但最终将该项目转移到波兰。另外，韩国企业 LG 也取消了在越南投资的电池项目。奥地利半导体制造商
奥特斯也跳过越南，决定在马来西亚投资。越南投资部门在9月初公布的文件称，最近一些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的大型跨国企业来到越南寻找投资机会，但后来大部分均决定转向其他国家，因为越南缺乏投资支持、法规和激励措施。这在美国开启降息周期，利用不同的松紧货币周期的潮汐效应，开始持续收割越南经济的预期下，将会加快这个进程。因越南制造业的大部分利润一直掌握在欧美企业手中，这也是使得数量不少的明智投资者提前从越南市场中撤出的背后原因之一。比如近几年以来，越南房地产行业的短期债务比率出现迅速飙升，达到 21%， 促使大批国际资金撤出该市场以上。这些越南经济面临的逆风将对越南的世界工厂计划和金融市场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随着越南大盘股和越南货币的持续下跌，恐慌性抛售充斥市场。对此，摩根大通在9月17日发布的报告中警告称，那些希望美国降息将进一步削弱强势美元、提升本国货币的经济体可能会失望。摩根大通指出，美联储在过去4个周期中的3个周期中首次降息后，美元走强以史为鉴，这种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报告指出，越南最近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都与上世纪80年代相似，这对越南来说可能达到新的金融冲击以及房地产、债券、股票和其他金融工具的广泛重新定价。目前，越南已经被国际机构列为了东南亚最需要巩固财政的国家之一。基于此，有观点认为，越南的现状更像是急于求成的印度经济，越南企业的信誉风险敞口也越来越明显。英国经济学人表示，越南亮眼的经济增长可能正在成为被美国收割的牺牲品。事实上，中文网财经团队注意到，近几年以来，越南正在据全国之力开始全球制造工厂计划，开始不遗余力吸收来自美国的资本债务、技术、制造企业甚至人才等相关资源。越南经济好像突然变成了经济黑洞一样。但目前美元回流，且就算美国降息，美元利率仍将保持高位，原材料及商品供应链困境等可能会对越南经济增长步伐，特别是对金融市场将产生较远影响，并将对许多越南企业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美国在高通胀、能源燃料价格高涨及本土制造成本高昂等多重经济压力交织下，美国为了转嫁自身的债务和通胀风险，特别在至少还有10多万亿美元的日元套利交易的平仓，将会给美国金融市场带来持续动荡之机。此前，美国向越南投下的数万亿美元的深水炸弹，可能就会提前炸响，就会开启了收割越南经济和金融债务市场黑洞的过程。按美国金融研究机构零对冲在9月17日发表的报告中的解释，就是越南经济之所以特别容易受外部环境影响的核心症结是陷入美元债务陷阱黑洞中，并想以此与华尔街集团做利益交换。对此分析认为，越南经济制度转型缓慢，制度不完整，靠低端制造业和农业支撑经济附加值并不大，这使得越南经济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时很脆弱，几乎总是经历石油价格、美元潮汐效应或货币贬值等事件的强烈波动。在信息智能化时代，越南制造模式的可持续性并不强，无法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这将对许多来越南投资的外国企业产生负面影响。这一迹象表明，一些从中国市场转移过去的制造业供应链从越南获得的销售市场要远低于预期。比如，富士康在近段时间已经从越南撤回大量设备和模具，重新返回中国。因越南电力短缺以及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决定削减在越南的工业产能，并加深与中国市场的合作。甚至部分越南的纺织工厂更是有好几个月没有收到新订单了。这也使得包括富士康在内的部分工厂又重新开始悄然返回到中国。因为这些在越南投资的工厂最终意识到，劳动素质更高、优秀的技术熟练且最高效的工人在中国，同时中国制造业的产出更高，消费潜力更大。不仅于此，越南财政部价格市场研究所前所长恩邹揣浪在9月16日还对媒体表示，对越南经济来说，不仅仅是投资越南的外商制造业撤离的问题，其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无效的增长政策，导致越南陷入美元债务陷阱。这些企业只追求投资数量，而不关注投资效率和质量。对此，牛津经济研究院
在9月17日更新发布的报告表示，在美联储持续收割越南和目前美国竞选的混乱加深、美元潮汐收割效应的背景下，现在的越南经济正因投资下跌而挣扎，更使得数量不少的国际资金正持续从越南经济中撤出。总体而言，自2023年以来至今，国际资本在越南的总投资同比大幅减少了 31.1%， 包括越南制造业在内，至少有超过1450万亿越南盾的资金已经从越南撤离，成为越南经济失去亚洲供应链的风向标。同时，越南更是面临严重衰退的风险，越南经济奇迹或将现回原形，或将衰退20年，特别是那些严重依赖出口的行业。根据越南规划和投资部在9月12日公布的数据，2023年至今，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额报告下降了 17%， 新注册的资本总额为542亿美元。具体而言，全年有2387个项目获得了投资注册证书，注册资本总额近198亿美元，比去年下降了 19.2%。今年前6个月，越南的公共投资也只完成了全年目标的 38%。就在这时，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17日在河内重申，越南将对华关系视为头等优先。苏林当天接受中国新任驻越南大使何为递交国书时指出，当前越中关系迈上前所未有新高度，要以明年建交75周年为契机，聚焦命运共同体，建设主线统筹，谋划双方全方位高水平战略合作，不断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何为表示，在两党最高领导人引领下，中越开启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新征程，各领域务实合作步入提质升级快车道，中方愿同越方一道绘制好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工笔画，推动两国友谊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中国高铁在全球扩张如火如荼，越南却傻眼了。据新华社报道，我国在印尼修建的雅万高铁已运营9个月，运送乘客突破400万大关，单日上座率高达 99.6%， 印尼乐得合不拢嘴。菲律宾、泰国等也见状投来橄榄枝，向我国奉上高铁大单。对此，越南破防了，当初瞧不上我国高铁技术，上赶着巴结日本，如今14年工程寸土未动，又想求我们接盘。从前爱答不理，现在又要我们收拾烂摊子，难道我们会答应吗？13年亏损587亿，越南扛不住了。随着国际各类代工厂的加入，越南收获的订单不断，但交通却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各厂商为寻求更廉价资源奔往越南时，基础设施低效的债务率使得外资们纷纷撤离，几乎亏不动了。面对此状，越南提出南北铁路建设方案，以58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4000亿，全球招标，但招标时回绝了运行里程最高、发展速度最快的中国，而选择了价格最贵、技术却一般的日本。业内人士透露，越南这样做也有自己的小算计，一方面是因为看不起中国制造，认为日本才是高铁建造方面的祖师爷，另一方面也是想寻求亚洲最发达国家日方的庇佑。但令越南没想到的是，这才是噩梦的开始。13年来，日方屡次以资金不足、难度大等借口，宁愿背着毁约骂名，也迟迟不愿开工修建铁路。这一行径引得外界困惑不已。对此，业内人士猜测，考虑到日方目前的高铁技术水平，可能难以胜任这项任务。据悉，越南50%领土为高山高原，修建难度很大，且日方的高铁技术还停留在新干线，时速300公里，一直被外界诟病没有长进。但我国高铁时速却已达到350公里。对于越南南北高铁的修建，日本却有不顾越南死活的架势。据透露，日本将此项目向越南预估成本648亿美元，修完通车要到2045年。对此，国士馆大学教授驻川直言，日企早已发现修建越南高铁无利可图，所以凭着生物科技叱咤全球市场的日方，怎能心甘情愿去承建越南高铁这一赔本买卖？等不及了，越南高层上门求中国，接咱眼见着日方撒手摆烂，越南开始奔往我国求订单。据报道，前不久，其铁路部的高层组团访华，恳求我们帮忙修铁路，只3天就开了7次会，他们甚至公开卖惨。如果当初选择中国承建，现在也不会落到如此进退两难的境地。如今仅10年时间，
我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速铁路覆盖了 94.7% 的100万以上人口城市，运营总里程已达到 4.2 万公里。不仅如此，我国帮助了俄建的高铁，给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载客量高达1640万人次。再求合作，我们有底气说不要。如今越南上门求中国，但也不知其是真心假意，且在过往合作中，越方也不只坑了我们一次。之前我们就曾好心接盘越方的跨海大桥附属项目，直通车3天就塌了，越方却让只接手几天的我们赔钱。如今让我国帮忙建高铁的订单不断，也不缺少越方这一家，我们也没必要去接盘这一烂尾工程。泰国、印尼等都是我们的首选合作商，我们更是有底气说过，越南既然过去看不上中国高铁，想讨好日本，那就等着日本承诺的2045年通车吧。与此同时，为了保护柬埔寨中国工程，中国将于2025年向柬埔寨交付2艘056型护卫舰，做的是主动申请，这就有点意思了。申请这个词一般用于想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是又不想花钱的场合。你像你去商场买东西，你会说申请买东西吗？所以这2艘056护卫舰不是柬埔寨找中国买的，大概率是以军援的形式赠送。话说中国在1979年之前对外提供武器都是军援的形式，改革开放之后，因为国家需要大量外汇军援就停止了，改为军售。时隔40多年，军援再次开启。虽说只是1型排水量在1400左右的轻型护卫舰，一艘056护卫舰的造价还是有6亿人民币左右的，2艘价值10几亿直接赠送，堪称大手笔。再结合前段时间帮柬埔寨开工建设德崇福南运河，足见中国当下对柬埔寨的重视。根据很多消息渠道，赠送给柬埔寨的2艘056护卫舰，去年12月就已经在柬埔寨的云朗海军基地了。当时就有外媒炒作中国海军打算在云朗基地驻军，现在看来，这2艘056应该是过去给柬埔寨海军培训用的，等到培训结束，军舰就可以转交了。军售是政治的延续军舰，这种大宗买卖更是政治友好的表现。而这种赠送的军援模式，那背后的含义更深。你想，这么昂贵的装备说就送对方，得拿东西来换吧。就像60、70年代那回，中国援助了大笔的歼负6，歼负6给亚非拉国家，换来的是对方政治上的支持。那么中国给柬埔寨这么大的援助，又是修越河，又是送军舰，柬埔寨拿什么来换呢？那就看中国需要什么了。中国的海洋地缘环境不好，这是个长期的问题。在南海方向，中国海军出入的几条水道，比如巴士海峡、望加西海峡、龙目海峡等，都在他国的管理范围内。和平时期通过这些水道没有问题，真要有什么事儿的话，难保不被掣肘。至于那个马六甲海峡，更是很少看到中国海军的军舰走这里。随着海军的硬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这些年也开始注重解决地缘环境这个短板。水道在别人手里，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那么当下能做的就是增加一些选项，一旦某条路不好走，那就换个方向。之前大家应该都听过泰国克拉地峡运河，就在那马来半岛北部最狭窄的地方，连接泰国湾南海和印度洋。这条运河还在规划中，一直都有传闻中国有兴趣接手这个项目。如果这条运河挖通，那么中国海军就多了一条进出印度洋的通道。南海减克拉地峡运河减印度洋，这条通道只有泰国这一个国家的限制，所以这些年中国一直在强化跟泰国的关系，军售、联合演习这种深度的沟通从不间断。前段时间中国空军还派出了歼负10C、歼轰斧7A 飞豹空警500预警级等机型前往泰国参加中泰银级负2024。这些派出去的飞机都是中国空军的精锐，说明双方的合作关系很深，互相信任。否则随便派一些老旧机型去就是了，还不用担心泄密搞得这么隆重，就是为了得到泰国的支持，打通南海减克拉地峡运河减印度洋这条通道。当然这条通道也不是特别完美，因为从克拉地峡运河出来进入印度洋后，就直面印度的安达曼军群岛。印度在这里设立了一个3军司令部，有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可以对周边地区，尤其是马六甲海峡
保持威慑，那么为了确保通道的安全，中国也得把力量投送过来。此时途中那个柬埔寨的云朗基地就要派上用场了。届时中国海军会有舰艇进中，甚至会有航空兵，这些力量是为这条通道保驾护航的。所以回到前面的问题，中国给柬埔寨这么大的援助，可能就是为了换取对云朗基地的使用权。当中国的军力投送到云朗基地，还可以给泰国一颗定心丸，放心，有这些力量在，保你无忧。如此，中国在南边的地缘环境一下子就打开了，一切都很美好，就看泰国和柬埔寨有多配合。